夏洛克抬起男人的脖子，仔细的上前闻了闻，又将手指伸进嘴里摸索了一下。他表示被害人的枪原先是在1号位置被发现的，警员在现场找到2个不同口径的弹壳，认为唐纳德是出于自我防卫，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开枪。但夏洛克觉得他不是出于自我防卫，而是在准备自杀的时候被人阻止了。首先，枪一直存放在抽屉里，面对紧急情况拿出枪再关上抽屉不符合实际情况，而现实是在凶手到来之前已经拿出了枪。再来说说他喝的酒，一看就是非常名贵的酒，平时舍不得拿出来喝，在当天晚上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电视，电视里播放着基金下跌的新闻，还有就是在唐纳德的嘴里残留着枪油。综合所有情况，在他自杀时候，凶手正好出现刺杀了他。但凶手为什么在刺杀前先要折磨一下他？ Probably not as satisfying as getting his or her money back, but I suppose you take what you can get. 此时，唐纳德的私人厨师被警方带了过来。华生看到第一眼，表情有些迟疑，似乎2人之前认识。巴特勒作为他的私人厨师，每周只负责在家做好饭带过来。至于什么人害他自己真不知道。身为基金交易员，唐纳德利用信息骗走了很多人的积蓄，而夏洛克的注意点不在唐纳德身上，他认为巴特勒的嫌疑更大一些。巴特勒在回答问题时有些紧张，似乎隐瞒了一些事情。而华生听到这个名字有些敏感，试图努力地为他证明清白。此时，华生手机收到一条信息，正是巴特勒邀请自己私下见个面。原来2人早在几年前就认识了，想不到多年不见，巴特勒已经有孩子了，只是他现在已经离婚了。华生想把巴特勒之间的朋友关系告诉夏洛克，特意征求下他的意见，因为他不想看到朋友卷入到这起案件之中。巴特勒听到有些不知所措，而华生保证夏洛克对他的隐私会守口如瓶，巴特勒犹豫会同意了。随后，华生主动找到夏洛克聊起巴特勒的事情。巴特勒曾经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厨师，后来某些原因误入歧途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巴特勒，帮他重新回到正轨。之后，他辞去了原来的厨师工作，成了一位私人厨师。他隐瞒的是那些不光彩的过去。听到这些，夏洛克打消了对巴特勒的猜疑，转头把矛头指向其他嫌疑人，那个报道唐纳德骗人的新闻记者罗莎莉。而华生表示，巴特勒告诉自己，唐纳德遇害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主管，可以先从雅各布开始调查。当雅各布听到唐纳德遇害，表现得很震惊。他表示，在和唐纳德告别后，一直在酒店内开会，酒店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作证，但唐纳德经营你公司的慈善基金出现问题，有理由怀疑你有杀人动机。雅各布笑着摇了摇头。唐纳德无偿帮助那些幸存者的家人申请赔偿，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，没有出现过闪失，自己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他这么多年的贡献。但在华生看来，雅各布就像披着羊皮的狼。就在2人坐电梯准备离开时，夏洛克接到罗莎莉打来的电话，可电话那头不是罗莎莉，而是纽约警探伦茨。他表示，罗莎莉遇害前你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需要你当面给我解释一下原因。夏洛克看了现场，认为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，和唐纳德一样被绑住了手脚，枪伤位置也一样。经过法医鉴定，死亡时间在唐纳德后面几小时。但凶手为什么会刺杀一个新闻记者？夏洛克认为，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，但还是存在的。随后，夏洛克在房间内查找凶手留下的线索，很快他在房门上发现一个脚印，用手指轻轻擦拭脚印，然后放到嘴里品尝。结合门锁被破坏的样子，他认为凶手是踢开了房门，留下了一个带着橙子味的脚印，伸手想让华生也品尝一下。华生被他一顿操作整无语了，这就意味着凶手来之前经过一片果树。随后，他们来到罗莎莉家附近的一个公园，夏洛克手上拿的橙子就是这个公园里的。如果凶手前几天经过这个公园，那公园里的一些人肯定会用手机拍到。华生拿到公园录像反复观看，没发现异常的，但将视频放慢之后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，正是巴特勒的前夫。这个节骨眼出现在公园附近，未免太巧合了。巴特勒也认出了照片中的纳尔逊，就是在2人见面的那个晚上，华生看到纳尔逊来找过巴特勒，当时也没有询问什么原因。巴特勒表示和纳尔逊认识是唐纳德介绍的，很快2人坠入爱河并生下肖恩。华生猜测唐纳德骗走了他的钱，才迎来杀身之祸，而巴特勒不想把唐纳德和纳尔逊联系起来，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去失去争夺肖恩的抚养权。夏洛克得知事情后，不停地责怪华生没有通知警方，只要不牵扯巴特勒，华生愿意做出让步。夏洛克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不理解，毕竟罗莎莉是无辜的。冷静过后，2人心平气和坐下来聊聊纳尔逊的事情。根据巴特勒所说，纳尔逊是唐纳德的一位客户，但在唐纳德的交易账本从来没有出现过，还不能把2人联系到一起，但已经把公园中的录像发给了老麦，让他把录像公布出去收集线索，现在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此。此时华生收到老麦发来的信息，有人看到录像后提供了有用的线索。提供线索的人是雅各布公司的一位员工，他之前在一个募捐会上见过纳尔逊，雅各布表示有点印象，他是唐纳德的一位客户，那天募捐会上捐赠了不少艺术品，至于其他信息就不知道了。从刚才的谈话中得知，纳尔逊是艺术圈中的人，而那天邀请的宾客名单中和艺术圈有关的只有一家艺廊，2人准备现在就去这家艺廊，但安娜看到照片表示不认识，对此夏洛克找了借
借口想参观下一郎，他们都觉得安娜在说谎，所以留下来找寻下线索。很快，夏洛克在地上发现一个拖拽痕迹，而痕迹一直延伸到一郎外面。他顺着痕迹来到垃圾箱旁边，犹豫片刻后打开了垃圾箱，在里面发现了纳尔逊的尸体。Would you care to revise your answers? Because it would appear that Nelson Maddox has some connection to this gallery after all. 姗姗来迟的老麦表示，在纳尔逊车里发现案发现场一样的枪和绑在被害人所用的绳子。同时，安娜承认了纳尔逊是一郎的合伙人，三者之间是存在联系的，也就解释了通为什么刺杀唐纳德。但又是谁刺杀了纳尔逊？夏洛克再次观察起一郎。通常来说，每幅画旁边都有一个红点，用来表示这幅作品已经卖出去了。但是在这里是每2幅画标记一个红点，像是有人刻意营造假象，伪装成正常的一郎。他认为这件一郎是用来洗钱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只需要查看这里的买家名单。夏洛克找到关键性证据后，再次找到雅各布，他指出雅各布利用幸存者的名义申请赔偿，并将赔偿占为己有。雅各布否认做过这些事情，但夏洛克拿出一份伊朗买家名单，名单上的名字和幸存者名字一样。而唐纳德在发现你的贪婪后，把你的事情告诉了罗莎莉，所以你让纳尔逊刺杀了唐纳德和罗莎莉。为了自保，你又将纳尔逊灭口。看似功德无量的雅各布难逃法律制裁。另一边，贝尔之前为夏洛克挡下枪口，导致右手受伤失去灵活。为了弥补，老麦找到弗兰克帮忙收留贝尔，让他换到相对轻松的情报部门工作。对于警员来说，无论在哪个部门都是为了保护城市。贝尔也同意了。